蓝思追也觉得士气大涨，他们当时并不在场，所以看得格外仔细，眼下已经完全融入故事中。一系列变故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，蓝曦臣正要说话，观音殿内众人却忽然脸色奇变。画面中的邪祟着实有伤风化，多数人都已经避开目光。魏无羡道：看来这个地方曾经起过一场大火。众人再次随着魏无羡与一女鬼共情，看到了一所妓院，坐在蓝曦臣身边的金光瑶脸色白了几分。众人目睹了金光瑶又一次被人踹下楼梯，这种给自己和自己的母亲带来耻辱的地方，也难怪金光瑶会毫不留情的一把火烧了他。蓝曦臣摇头道：从前我不是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，而是相信你这么做是有苦衷的。可是你做得太过了，而我也不知该不该相信了。金光瑶忽然跪到了地上，道：二哥，我错了，可是我没有退路了。随后众人终于知道了算无一策的敛方尊为何匆促行事，又在蓝曦臣的追问下，才发现金光瑶所有的怨恨，其实都来自于对金光善的恨意。我对我这个父亲也是抱有期待过的，你知道让我彻底失望的是什么吗？他某次又出去花天酒地时，对身旁的酒女吐露的心里话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尤其是读过点书的女人最麻烦，儿子。哎，不提了。金光瑶的一段话引起在座的人一阵沉思，很多人已经捋清楚因果。当年金光善觊觎阴虎符，招揽魏无羡不成，忌惮有魏无羡的云梦将是壮大。而金光瑶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，不择手段，一环扣一环，牺牲多少无辜的性命。所有人都知道金光善伪善好色，却没人能想象金光善会这么看待自己的血脉，而最后死在血亲之手，当真是讽刺。但再多的内情都不能掩盖金光瑶弑父、是手足，甚至弑子的恶行。正当画面中与画面外的众人若有所思，金光瑶突然挟持了金铃。庙门外传来了咚咚咚咚的诡异巨响，密集的雨丝和一道漆黑的身影一起飞旋着破门而入。温宁撞到了庙内的观音像上，庙门口还站着另一道更高大的身影，正是赤峰尊聂明觉。画面中的金光瑶全身抖得厉害，显然忘记自己的侄子还被自己勒在手边，琴弦在金铃的脖子上颤动。画面外的江厌离和金子轩万分担忧，显然也忘记现在金铃就安好地窝在自己身边。蓝忘机忽然抽出碧尘，一剑削下。金光瑶感觉手臂一轻，他的右手从小臂前端被齐齐斩断了。江厌离和金子轩见状，不由松了口气。众小辈大多都没见过聂明觉的威武，前面的故事只知道这位前聂宗主高大威武，勇猛善战，可没想到鼎鼎大名的鬼将军都打不过他，纷纷惊奇出声。聂明觉怒吼着朝金铃抓去，琴箫已齐齐奏响，可恐怕是要来不及了。聂明觉的重拳打穿了一具身躯。温情、蓝思追皆是一惊，他们当然知道身为凶师的温宁没有性命之忧，只是下意识的反应。而金子轩此时心中非常感激温宁，原来没有他的托付，温宁也会义无反顾地保护金铃。魏无羡吹了2声口哨，笑道：你好，赤峰尊，认得我吗？不认得也没关系，你认得这哨声就行了。画面中正当魏无羡吹哨引聂明觉到殿后那具空棺前，忽然殿前传来一声惨叫，吸引了聂明觉的注意力。眼看聂明觉走来，背着金光瑶的苏摄使剑一搏，并将金光瑶朝蓝曦臣那边抛去。蓝景一见状突然道：这人对金光瑶倒也忠心，可谓前辈早年在碧灵湖时也救过他，为何他对魏前辈就没有像对敛方尊这般感激？蓝思追道：自卑心理罢了。魏无羡瞥了他一眼，笑着点头道：思追儿果然聪明。江澄从袖中取出一样东西，扬手一扔。魏无羡下意识伸手接住，低头一看，漆黑光亮的笛身，鲜红的穗子，鬼笛陈琴。最终在望线合奏下，终于将聂明觉封印在那口棺材中。聂明觉见聂怀桑哭天喊地的哀嚎，抬手扶额，压下怒气。蓝曦臣见金光瑶疼得快晕过去了，终究还是于心不忍，回头道：怀桑，方才那瓶药给我。聂怀桑突然瞳孔收缩，惊恐万状地道：曦臣哥小心背后。蓝曦臣心中一凉，
不假思索地抽出佩剑往身后刺去。聂明觉在这一瞬才发现，看似窝囊的胞弟竟然也是演技派。众人看着聂怀桑装疯卖傻，除了心底默默称赞一句演技真好之外，也没什么感受。蓝曦臣闭上了眼睛，终是他识人不清。蓝曦臣，我这一生撒谎无数，害人无数，如你所言，杀父杀兄，杀妻杀子，杀师杀友，天下的坏事我什么没做过，可我独独从没想过要害你。蓝曦臣面色再次僵硬了起来，心底默然念道：对不起。金光瑶淡笑不语。魏无羡喝道：泽乌君，快离开他，已经迟了。金光瑶的血淌到了那口棺材之上，棺盖四分五裂，一只苍白的大手扼住了金光瑶的脖子，另一只则探向了蓝曦臣的喉间。就在那只手还差毫厘便可扼住蓝曦臣脖子时，金光瑶用残存的左手猛地在他胸口一推，把蓝曦臣推了出去。自此，一代仙都金光瑶就此陨落。随后，望羡二人合力用观音像封住了棺木。画面外的众人再次为夷陵老祖强大的分析能力深深折服。若干年后的他们才了解到这件事情背后的一点皮毛，谁成想人家当时就看明白了。聂明觉简直不敢置信，难怪方才一直被人提醒说聂怀桑与过往不可同日而语。随着魏无羡的条条分析，好像一切的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。可看到聂怀桑缩在蓝曦臣身边以扇挡脸时，又觉得自己这个怂包弟弟是一点都没变。聂明觉怀着深深的疑问开口道：你，这上边说的是你？原本半遮面的扇子此时却是全遮起来了。聂怀桑没有承认，却也没有否认。聂明觉傻眼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金陵台，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。小精灵在房间里边风摔东西边嚎啕大哭，侍女家仆都不敢靠近他。金光瑶笑眯眯地问：阿玲，怎么回事啊？金子轩夫妇看到小精灵哭成那样，知道他肯定受委屈了。江燕离心疼极了，他揽过一旁精灵的肩膀。精灵抬眸看着自己的母亲，见他眼中尽是怜惜之情，曾经在心中那些委屈顿时都消失了。第二天，小精灵赌气不出门不吃饭，忽然从门外传来一声小奶狗的嗷嗷叫声。他打开门，金光瑶半蹲在房门前，怀里抱着一只黑毛小狗。我找来这么小玩意儿，不知道该叫什么，阿玲你要不要给它取个名字？金子轩不知道该用什么情绪面对这个间接害死他的异母兄弟。不可否认，金光瑶确实代替了他照顾精灵。画面又转回观音庙，整个画面都是精灵落泪的样子。魏无羡、金光瑶、温宁，每一个都或对或少该对他父母的死亡负责任，每一个他都有理由深恶痛绝，但又好像每一个都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让他恨不起来。可是不恨他们，他还能恨谁？金光瑶面无表情地看了这么久，也只有在这一刻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丝丝暖意。精灵又想哭了，思情思景让他想了很多。如果小叔叔还在，那他或许就可以继续当一个肆无忌惮的大少爷，偶尔闯闯祸也会有人给他收拾烂摊子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扛不住也要硬扛，哭完了还要想着事情怎么解决。精灵狠狠一抹眼睛，我只想让所有人都好好的，为什么就不行？江燕离与金子轩将精灵夹在中间，搂住了他。江澄站在观音庙内一棵比之参天的树木之下，看了看精灵，冷冷地道：把脸擦擦。精灵耷拉着脑袋，又抬头道：舅舅，你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江澄摇头道：没什么好说的。随着江澄内心的自白娓娓道来，众人一震。江丰眠夫妇皆是无奈的摇头。这俩孩子。魏无羡更是愣住了，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恨自己没有及时发现，害得江澄舍命相护，又庆幸自己将金丹剖给了他，还有些感动江澄这嘴毒心软的破性子。更无奈的是命运的这般阴差阳错。最终他叹了口气，目光移向江澄，而江澄早在这些话被说出来的时候就看向了魏无羡。两人默然对视，片刻后竟是不约而同笑了。魏无羡笑道：你憋了这么多年，居然到如今都没告诉我。江澄思绪瞬间回到当初的一幕幕，心中苦笑。他唇角微掀道：彼此，有什么好说的？精灵在一旁暗暗吐舌：舅舅又开始口不对心了，死鸭子嘴硬。魏无羡则道：哎，我的好师弟真疼我。滚，少恶心我。
哈哈哈哈！画面中天将破晓，寂静的长路上，两人一驴悠闲地走在路上。蓝湛，那个思思好像是金光瑶母亲的朋友，我在那个女怨灵的梦情中看到的，她对金光瑶母子颇为照顾，所以金光瑶留了那女子一命。蓝曦臣摇头苦笑，多年前蓝忘机已与他提过，前因后果一联想，他怎会不知金光瑶这半生的艰难处境？一朝出身物，此生尽苦楚。若金光瑶出身于平凡人家，自小不受人歧视，不遭人白眼，也不会被逼到后来如此这般不择手段。可他到底还是有善念，留了思思一条命，哪怕算无一策的他，可能也想到这决定会后患无穷。